谢谢。张姐让我问问你什么时候忙完回来？年终了，大家总要一起聚个餐嘛。我知道了。是得赶紧买回去的票了。你看，好几个时间段都售空了。徐律师，那我们也赶紧买票吧。这连工作都算告一段落了，剩下都是年后的工作了。要我说呀，你们干脆都留下来过年。我们这儿可跟城里不一样，过年可热闹了，还有打铁花可以看。还有打铁花，那肯定很好看。我也想留下来过年，但是我爸妈还在家等我回去呢。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哈？所以我要是不回去，他们在家过年肯定很冷清。刚叔他们就给我发微信了，肯定是催我回家过年。阿月啊，我给你爸报了一个7天6晚的旅游团，下个礼拜去海南过年。今年过年你就自己安排吧啊。怎么了这是？徐律，车已经到楼下了啊！徐律，来的时候是2个人一起来，回去就剩我一个人，我怎么跟大家伙交代啊？什么叫没法交代啊？我留下来是为了过年，又不是为了过世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领导还在这工作，员工回去过年了，这怎么像话呀？这不行！听我说，你现在离开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不行，徐律，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，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年终奖给你多加1场。回去注意安全啊！哥，马上就过年了，你那歌写怎么样啊？我们都要闲得发霉了。快收尾了，你们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该回家回家。该放假放假，不用等我了。哎，我让小陈回去了，你们该聚餐聚餐，不用等我。我要留在深澳过年。深澳过年。还琢磨呢？行了，别想了。谢谢。你爸妈难得有个过二人世界的机会，你呀，就踏踏实实的留在这儿跟我们一起过年，把这当成跟自己家一样，啊。彩姐，你不知道，我爸妈呀早就退休了，这1年365天，他们天天都可以过2人世界。为什么非得撇下我，偏要选着过年7天呀？这不是过年吗？老夫老妻，人家也得讲点情调啊。要不然，你说这干巴巴的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吧？这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哟，怎么了？这是一惊一乍的。许律师，干嘛呀？我要打官司，我要离婚。这怎么了？过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要离婚？连个肉夹馍都吃不上，这婚结的还有什么意思？啊，肉夹馍？什么？我让老赵去买个肉夹馍，结果他第一次回来买了包子，说吃起来味儿都一样。我说我就想吃肉夹馍，结果人家倒好，买了一堆白馍，愣跟我说要回家自己夹。行啊。那肉夹馍，你自己夹，你总得有肉吧？可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现成的肉，你们说说，我就只是想吃个肉夹馍，
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哎呀，行了，我听明白了，合着你这离婚是因为个肉夹馍呀？这根本就不是肉夹馍的事儿，是他从来都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我说前门楼子，他说胯骨轴子，就连我说我要跟他离婚，他，哎呦，这说着就来了。我听说院子着火了，火呢？啊？哎，别！哟，你人家说的是你后院着火了。后院啊，后院。我没生气。哎呀，算了。哎呀，行了。你们看见了吗？错了啊！他不是说对我的话不上心，他是根本就听不懂人话。我说酒驾要3000，他说酒驾要翻天。我说我要饿昏了，他说你要2婚了。我说孩子考了98，他说小女孩不能去酒吧。每天呢，这日子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你看啊，人家2口子多恩爱，到我们这儿，别说共同语言，根本就是驴唇都不对马嘴。这种日子，我真的是过不下去。徐律师，我现在就想打离婚官司，越快越好。嘿，你这离婚最快的方式啊，并不是打官司，而是协议离婚。只要夫妻双方的意见一致，冷静期过后就可以离婚。走诉讼程序反而会更慢。那我跟老赵8辈子也离不了了。王姨，只要您决定好了，我完全可以作为中间人帮助你们协商。但是有一点您得清楚，不管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，都需要涉及到财产的分割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归属问题。孩子这块儿，你看，就是妈，这就是他家那个。我们隔壁的穆阿婆说要来这儿找大律师，我就领她过来了。穆阿婆，您给我打一电话就行，我过去找您啊。您怎么亲自还来了？哎呀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着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的忙，也不肯收钱啊，给你拿点年货来。这年货我是真不能收，我们是来做公益的，不能收钱。大律师，你就收下吧。穆阿婆走了这么远，一片心意。是啊，你说这都是家里自己做的，也不值啥钱。收下。说你啊，来，行，拿过来。那阿婆，反正春节的时候我也不走，你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好了。好，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那你们忙啊。哎，行，慢着啊。好。那我们走了啊。没事。王姨，您先坐，彩姐也在这儿，您跟彩姐好好聊聊，考虑一下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啊。我先过去。你们放心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坐下。坐吧。王姨就这样和彩姐聊了一整天，说着婚姻里的一地鸡毛。我在一旁听着，却给不出一点建议。以我现在的阅历，似乎还解不开婚姻这道题。我只是忍不住想，如今这样无话可说的2个人，当初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？当初就是觉得他斯斯文文的，话不多，老实本分。可是谁成想，本分到了就只有自己眼里的那1亩3分地儿。话是不多，但是一出口就能气死人，一句话能给你撞南墙上，半天下不来。阮姑娘，我是真后悔选错了人。话不能那么说啊，是我不同意。你这选男人嘛，你还想面面俱到，啥都想要啊？你得抓大放小啊！你当初选人家老赵的时候，就是图人家老实本分，没有那花花肠子，人家也做到了，是不是？别老否定自己。阮姑娘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没错，人无完人，这世上自然也没有完美的伴侣。就连你看中的他所谓的优点，一翻开另一面，或许正是你不喜欢的缺点。所以你要确定自己最在意的那一点本质是什么，然后去选择那个拥有这一点本质的人。如果是我会怎么选？如果只选一点的话，
那话多话少，肯定不是最关键的。那幼稚还是成熟？虽然成熟肯定有成熟的好，但幼稚也有幼稚的趣味嘛。而且有些人是大事上成熟，小事上幼稚。那这幼稚成熟也很难有界定的标准。